哎哥，昨晚那个武姬也不过如此嘛。就是，若不是他偏要反抗，还能留他条命呢。哼，我当是什么狠角色敢偷袭我们？原来是个毛头小子。说，为什么要对我们出手？因为你们杀了不该杀的人。哦，你是那个武姬的老相好，来替他报仇的。他几乎是我唯一的孩子，你们夺走了他，便拿命来赔。哼，自不量力！阿弟，失去亲人，感受如何？我杀了你！又要做噩梦。城主，城主，咱不赶时间，我就让弟兄们先回东城了。你先喝口水歇歇。以后我喝酒的时候啊，你拦着我一点，别只顾着自己开心。啊，是，属下昨晚忘形了。有血味儿。啊？何人敢偷袭老子的兄弟？他娘的！跟我玩这种把戏，这黑手什么狗鼻子？我都跑这么远了，还能闻到血腥气？这什么情况？倒是个送上门的好机会。完了。这家司马教非得把我挫骨扬灰。你这些年都跟谁在一起？一个叫石千履的老头，我管他叫爹。石千履，你叫石千履爹，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？给我洗髓，教我杀人。你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
我与你是仇敌，为什么来你身边送死？这厮怎么还有真花 buff 这种技能？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指定是石千里的手笔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休想逼我出卖他！你听好了，你叫廖廷彦，你是我的道侣，和那个姓石的半点关系都没有。石千里想让你叫他爹，他配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明白吗？道侣，你确定不是仇敌吗？对不起，方才是我太心急了，我不会再逼问你。他为何对我这般温柔？无妨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情况有点不对劲，我得先观察观察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这个野娘们儿，竟把老子的兄弟给杀了，还对师祖动手动脚！我杀了你！把杀人者交出来！这是我们智魂氏的家事。千年之前，是我们知魂氏建立了这个东城。虽然这城现在是您的地盘，但是死者是我们的族人，就是我们的家事，所以杀我族人者应该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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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不巧了，此事也正好是本城主的家事，不然就按照你们魔域的规矩来，谁厉害听谁的，如何？你杀过人了？杀了又如何？若不是你卑鄙偷袭，就凭你结英的修为，不可能杀得了我兄弟。竟从炼虚退回了结英，难道是那时伤到了？是祖师娘们！他是不是太维护我这个仇敌了？你为何事杀人？我的好姐妹惨死在那两人手中，我要为她报仇。我曾经逼你杀过一回人，你又哭又做噩梦，怎么如今被石千里迫害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世道，不杀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你，以后不会再逼你杀人，也不需要你再杀人。我绝不食言。今日之事，我会为你处置外面那些闹事的人，不用你动手。冤有头债有主，那两个破批已经死了，但他们的族人是无辜的。可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恨，还并未消散。如果你只是想杀了那两个已经死了的人泄愤，
我可以将他们复活，让他们再死一回。如果你能复活他们，是不是也能复活红罗？如果你想，便可以。不过你这朋友已经没有了肉身，我只能用祭魂脱生之术，让他重新出生。重新出生，那就不是复活，是投胎转世。不一样，祭魂脱生之术能让你尽快看到他，并且在他出生之后，能够拥有从前的记忆与感情。之前的死亡，就如同一场梦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能见到红罗了。这红罗对你而言如此重要吗？他是我在魔域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些年来唯一真心待我的人。谢谢你。我也曾真心待你。不记得没关系，你还在就行。城主，这师祖怎么还向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更是师祖娘娘。师祖娘娘？拜见师祖！请师祖将杀我族人者交由我们知魂氏来处置。那知魂氏闹出的人命，又该算到谁头上？师祖没有找你们算账，已经非常仁慈，还不快走！去把石千旅抓回来。石千旅，他又做了什么？要活的，不能让他轻易死了。是。师祖，别看了，走。你为何跟来？师祖，是不是庭燕不小心弄伤了您？您的手，我还是叫白竹过来为您包扎一下吧。不必。包扎了又有何用？师祖，自从您融合了两簇灵火之后，功法至强，但反噬也越来越大，伤口更不易愈合了。你少废话。我要行祭魂脱生之术，你在旁为我护法。师祖，这样对您的损耗太大了。您前不久还取了护心骨，为庭燕制作了防御镯啊。我自有分寸。好。弟子为您护法。司马昭如此维护这个阿燕，
竟然还纵许他人，唤他师祖娘娘。你们可看清了？看清楚了，就是那阿燕。司马娇对廖廷燕用情至深，怎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新欢？恐怕那阿燕便是廖廷燕。太好了，只是东城现在已经是司马娇的地盘，须得想个法子，让廖廷燕离开东城，才方便我们与他联系。你一直都与那常家大将军的遗孤有联系吧？是。如今他已化名为风起，在贺县城做些看家护院的活。按您的吩咐，我也会为他派一些散活。他与那阿燕关系甚好，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凤起少爷，走吧。贵言，今日有事，就不接话了。是不是你那搭档阿燕失踪了？您莫非知道什么线索？近日，东城之魂氏一族有人被杀，我听闻凶手已被擒至刚刚接管东城的先府之人司马娇的面前。之魂氏在东城势力不小，我倒是什么人如此狂妄，就顺手查了查。那凶手应是阿燕，不错。您的意思是，他被抓了？我昨日派人细查了，才发现他身份可不简单呐。竟是魔主尤赤为了刺杀司马娇亲手培养的刺客，乃白骨渊中一条寒鱼。司马娇残暴无比，你那搭档怕是危险了。他真的是那韩愈？我险些忘了，国师当年救下你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白骨渊呐。想来你与那韩愈还是旧相识吧？原来阿燕真的是我一直找的那个人。凤起少爷，当年令尊常大将军随先魔主尤岩为魔族大业出生入死，并将尤赤亲手养大，竟落得个鸟尽弓藏、被打入九幽炼狱的下场。你既选择了隐居在这贺仙城，就是不愿再牵扯于任何的权力之争。可不要想不开，与那司马娇做抵抗啊！难道我就看着他去死吗？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韩愈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阿燕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国师，风起已经动身去了东城。好，我就知道他对那条韩鱼念念不忘。幸亏当初我们没有告知他，那条韩鱼救风起，
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的，且去的时候已经被抽去了七情六欲，即便是找回了记忆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刺客。如今凭着他对那条韩愈的执念，或许可以将廖廷彦从司马交的身边带出来。那国师可要将廖廷彦的下落告知魔主？你觉得他在乎吗？属下多嘴。如今最要紧的是风起这步棋，先魔主游言，来日神魂归位，还需要长家之后协助开启血祭阵法，务必盯紧风起的行动。虽然需要他带出韩愈，但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闪失。是。司马交没必要骗我，他大可以直接杀了我。难道他真的跟我这元神有一腿？怪不得我爹不愿意给我恢复记忆。那施宴跟司马交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是对有着世仇的苦命鸳鸯。不是，司马交说我姓廖，我爹说我姓施，那谁说的是真的？燕姐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燕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果真如我娘亲说的一样，好亲切啊！啊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新衣服，你快把你身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吧。你是？我是周月清，周青儿的女儿。燕姐姐和师祖18年前救过我一次，如今就说你们和我最亲了。为何说我们与你最亲？燕姐姐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与师祖同为凤山血脉，师祖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，而燕姐姐和师祖是道侣，便是我的亲人了。我真与他是道侣？我娘亲说了，燕姐姐和师祖最是般配了。那你可知我当年的名字是什么？廖廷彦。哎，那个不能放那儿。他们的口风为何如此一致？难道是司马交找人来连伙骗我？他图什么呢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师祖娘娘，师祖让我们布置的热闹些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不是师祖娘娘。这直接布置婚房了。司马交要同我结婚？我猜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我要赶紧为你们的婚礼好好准备一番。快走，快走！好什么好啊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死啊！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你从前最喜欢摸鱼。摸鱼？他不会是在说上班摸鱼的摸鱼吧？
应该只是原主有抚摸鱼的爱好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这爱好还挺让人费解的。不是你说想摸鱼的吗？摸吧。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！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看来现在不洗了。我为你准备的食物，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你曾经说过，吃东西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开心。我没那么享受，我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。你已经是化神期了，还需要睡觉吗？觉没必要睡，但是我想睡，就像吃东西一样，没必要吃，但是我想吃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那个，要不你吃点儿？怕我对这饭菜动了手脚？不会啊。头一次见有人吃饭表情这么难受。难吃，不吃也罢。我会为你寻些更美味的食物来。不用。见过城主。啊，见过吗？还真没见过，不过没关系，定帮您找到人。嘿嘿嘿嘿，兄弟们，找人！是啊是。哎，您这边请。兄长，那廖廷彦是不是被司马娇说服背叛了我们？否则，那司马娇怎么会这么快就找上你来？这个廖廷彦虽然说是个懒散的废物，但他为人还是忠心忠义的。在他失去记忆的前2年，我没有让他接触任何的人，这才培养了他对我的依赖。那个时候，他就像一只兔子掉进了狼窝，而我才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。虽然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就算司马娇对他再好，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的。那现在如何是好？整个鹤仙城都在找我们，这里很快也不安全了。先离开鹤仙城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老大，就是这儿，我们就是在这儿发现的。给我搜，地上地下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城主，里面没人，不过好像才离开不久。无妨，咱们已经封了城，谅他也逃不出去。哼，他都能从火海炼狱中逃出升天，那一扇小小的城门，又怎么能封得住他？那可如何是好啊？魔域这么大，又4分5裂，有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。无妨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跟他慢慢耗。
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啊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，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。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
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八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星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竟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0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
但听着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三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，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。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田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葬道君的慈，不是慈祥的慈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！肚子，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
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熊！前辈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
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
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娇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呀！谢谢啊，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艳。廖廷艳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他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
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